丸第一点。皮跟肉要有对，肉是酸的，皮是甜的，整颗塞进去。哦，我好后悔把皮先吃了。这个是我们的格马兰烧饼，那样鱼眼、三宝、樱桃鸭、真心空、金枣大口吃下去非常过瘾。哇，600多哎，差不多1000多尾啦1000几尾，2000多尾啦，哇，差不多8、9万尾。你知道宜兰县的县果是什么吗？就是我身旁的这一片金枣。金枣是冬季限定的，只有冬天才吃得到。金枣虽然名为金枣，但它却不是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揭开它的身世之谜。南洋平原得天独厚，潮湿多雨，适合金枣的生长。12月到2月就是金枣采收与尝鲜的黄金时期。在这片黄澄澄的金枣树林里，孕育着多样的品种，它们一起壮丽了这一片冬季果林的景色。大哥你好，你好。金枣它到底是不是枣？不是，因为以前的人用颜色来去判别跟形状，其色如金，其形如枣，所以一般以前的人进来的话就说金枣，金枣，其实不对，其实不是金枣，它是那个芸香科金柑属，所以它是跟橘子一样的柑橘类，它算柑橘类吗？所以它证明为黄金柑的。哦，这个黄金柑，对，这可以采吗？可以啊。来，我教你怎么采哈，因为采的话有，我们就是用3根手指头借我转，转，然后再拔起来。这个要留住地头，对，地头要留住，地头要留住，对，地头留住的话，它保鲜。哦，地头留住可以保鲜。当然啊，你如果地头坏掉的话，它水分从这边下去，这边就开始腐烂了。哦，暖弄也比较成毛病。这里的水源是从哪边下来？雪山山脉，这边是雪山山脉的支脉。宜兰的话，它没有重工业，所以它的空气品质是最好的。对啊，而且的话，好山好水。这个的话是中国浙江原生种，是日本人从浙江引进过来的，然后开始在台湾各地试种。对，发现宜兰是最好的，品质最棒的。因为怎样，它是属于比较喜欢阴阴的又湿湿的地方。宜兰就是这种天气，宜兰就是雨不停嘛。冬季的话，从10月开始下，隔年的4月。我都忧郁了。从6月初开始开花，到了金枣结果的后期，就会需要雨水的灌溉。刚好东北季风吹起，因此让宜兰成为了全台湾金枣品质最好的地方。然而金枣需要水又怕水，采收时过多的水分反而会造成水伤。这种是减肥的良方。减肥，因为你身上的油太多的话，吃这个就会解油腻啦。很懂了啦。哦，如果你知道吗？吃太多的话，哈，油腻吃太多的话，你要不要吃一点？减肥良方哎。对呀，而且的话，减肥良，你看一听到减肥，整颗吞哦。我再帮你，等一下，我再给你一颗。这个的话，哈，这种东西的话，这个很好，这个超好，减肥良方啊，真的了，这减肥良方太厉害了啦。所以皮跟肉要连在一起。对，肉是酸的，皮是甜的。整颗塞进去好吗？哦，超好吃哎，连皮带肉吃，酸甜苦多层次的口感一次到位。那分开吃又是什么滋味呢？对哦，皮可以直接吃掉的。不是，我们家的猴子对不对？它都吃皮，只吃皮。皮是甜的啊，肉都把它丢掉。皮是甜的。跟刚才你的做法好像有点颠倒的。对，那我应该跟猴子交换，应该叫猴子来。酸的。还有分开吃一下，分开吃。皮好甜哦。皮当然是甜的。这个皮拿来泡茶很好喝哎。没有，要整个泡。哦，整个泡啊。等一下我们那边有煮一锅，那一锅。我好后悔把皮先吃哦。哇。但是如果整颗吃，它就是给我们生的。对，没有，它就是跟恋爱一样。先酸后甜。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多久前才有这样的感觉？30几年。许大哥虽然谈笑风生，背后却有甘苦。
宜兰下雨量激增，没日没夜的雨水使得落果不断，果农损失惨重。而采收下来的金枣也必须仔细爬梳，并做风干处理，让这些在艰险气候下仍屹立求存的金枣们绽放出美丽的姿态。你说这个不一样，对不对？这不一样吗？不一样啊，看不出来哈。等，它跟这个不一样。有真的不一样有一点差别，对不对？对，这个在日本来讲是它叫做日本小甜菊啊，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叫做黄水晶。哦，它是整颗都是甜的，整颗都是甜的。对，我不信。而且呢，要测试它是不是整颗甜的，你一定要皮跟果分开吃。对，你才有办法测试它是不是整颗都是甜。好甜哦！这个甜度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它这有一点点蜜香的感觉。对，它有蜜香的 feel。对，这个就是日本甜菊，而且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真的？它是属于敏感性作物，天气稍微有一些比较剧烈一点，它就开始裂果。不好种了。对，不好照顾。种是可以，但是不好照顾。我因为今年的话，宜兰下雨真的下得太严重了。甜的，对不对？甜的，不骗人，是甜的。真的真的是不骗人，是真的是甜的。不相信的话，可以请他们吃吃看，这种评价都是真的啦，对不对？你现在吃到是日本小甜甜。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金刚的那个味道，那会酸酸的，它还是有带一点点酸，因为那种恋爱的感觉很久没有了。是吗？金枣不但美观，营养价值更是位居柑橘类水果的榜首。6颗鲜果等于摄取了1日所需的维生素量，而且它还是去油解腻的天然良方。想瘦身的朋友们，心动了吗？梅香金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东西？锤子、袋子，这个是金枣、糖、梅粉，咸、甜、酸、香都有。放1/3哦。来，大家拿来看一下，1/3。可以 ，OK。我们加盐巴，1瓶匙就好了，这盐巴不要放多。OK。抓住一个角，捏紧，抓住一个角，像妈妈洗袜子一样。我们家洗袜子都丢洗衣机。对呀，可是这个金枣不能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呀。这个动作是为了把它金枣外面的油包搓软，让它破掉。因为盐是颗粒状，你就好像沙子一样，再把它磨破掉就对了。那也是一种杀菌的作用。杀菌。对。你的袜子破掉了。眼睛看好，一个一个敲，一个只能敲1次哦。好，这样子好了以后，捏爆。你手力很大，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大家只是洗袜子，你把它洗成这样啊？我把袜子洗破了。你走错组了啦，你应该去旁边做果酱的。你走错组了啦。好了，都敲破。我们来加梅粉。好，喜欢吃梅粉的人可以加2汤匙。糖的部分，一般人通常都加2汤匙。一般人都加2汤匙。对，因为金枣是酸的。我先自己吃一个吃看。超好吃的，你们谁要试一下我的？你们都没有要试吃我的？太多了，不会酸，你过来，就是你，你过来。你吃一个就好，你吃一个就好，一个啦，真的，你相信我。转过去那边，镜头没拍到，你要再吃1颗等一下，是不是很好吃？会酸吗？真的不会，好不好？我跟你交换，你吃一个，我吃你你觉得怎么样？好咸哦！你看，梅粉加了很多。那个他说酸，然后你说甜，
对，咸，他说很好吃。你看，这果然是年龄跟性别的差距。梅粉加多了，一定咸。如果你偏爱咸的，你可以梅粉加多；如果你偏爱甜的，糖可以多加一些。你的有点酸呢，我酸到流眼泪了。那就是恋爱的滋味。老师，原来你谈恋爱的时候会流眼泪。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金枣入菜这件事情。我以前来宜兰都是它是蜜饯的一种，对不对？但你去买蜜饯的时候，有时候会，哇，不要生哎，很酸，甘生低嘛。但它是酸大过于甜哎。对。但是我这一次在你们这里吃到的金柑，对，我会觉得它是甜的。那我们这几年开始想办法把金枣放到我们的在地的料理里面。哦，这是金枣手工的米面包，它里面有加我们这里自己种的米饭，然后还有在地的金枣。所有手工面包搭配这个金枣的沙沙酱，用金枣沙沙酱好好吃哦。金枣的沙沙酱，对，那它其实是取代掉一般沙沙酱的番茄跟柠檬跟凤梨的一个元素，用金枣来做取代。这个是我们的格马兰烧饼，它刚好把我们南洋平原的三宝，我们的樱桃鸭、三星葱跟金枣，然后里面有一个酱汁，也是用金枣熬煮的一个金湛酱汁，搭配手工的一个烧饼，大口咬下去非常过瘾。最高纪录48，等一下，48、51、42、43、41，前天一晚上有到差不多8、9万。8、9万喂。对。台湾第一点。大口咬下去非常过瘾，就是它有一个樱桃鸭烟熏的味道，然后再加上三星葱的那个呛味，可是它搭配上金枣进来了以后，它变成一个很高级的味道，就整个层次的一个口感。你说很宜兰，你可以说很宜兰，但是这个宜兰味道突然间变得好像很有质感。这个香肠它是金枣香肠。金枣香肠，我们因为发现说，其实金枣它可以有去油解腻的一个效果。那有些人不敢吃大蒜或者是洋葱，它这个去油解腻的效果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香肠的一个料理来做搭配。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由在地的人，然后在地的食材，在地的果园里面呢，来呈现最在地的一个质感。年轻人回到乡下，从事跟农业相关的，他不一定是种田，他可能是做体验，他可能是做料理，他可能是做这个农村旅游的一个部分，让农业其实它可以有不同形式的一个呈现，让农村除了传统的一级产业以外，它也增加了很多的2、3级的服务。这趟冬季限定的金枣之旅，不仅玩得开心，吃得也尽兴，更收获许多关于金枣的知识。从采果到手作，从产地到餐桌，将这些在地食材转化为满桌的佳肴。除了吃在地，更可以亲近土地，领受大自然之美。接下来我们要转移阵地，要去探访另一个也是冬季才看得到的特殊景致。每年11月开始，在南洋溪出海口的这一片沙滩就会出现这个景象，不管是大乌龟、小乌龟，大家都是为了什么而来？鳗苗，你知道吗？鳗苗，你吃的鳗鱼的那个鳗苗，我们今天就要来找对鳗苗懂最多的人，当然就是这边的乡长了。陈大哥，你看看这样的天气，我们还是跑出来为你介绍鳗苗。对啊，辛苦。其实宜兰这边东西，冬季的天气较有毛盖出来。对，为什么？愈冷的是毛仔愈高。他们是降海型，然后要碰到海水，它在淡海水交界处会出现嘛，对不对？对。所以你一定要，但是他们捕鱼的方法到底有几种？一定要像这样子的毛仔吗？有皮仔啦吼，它有迄个叶
定制网，定制网，渔船啊用hand网的吼3种，啊因在地这吼较了解海鲜这人讲用定制网，定制网来用，基本定制网的对。他们说是用命来换的，用命在换的。你要靠这个天呢吼，海象也不好，对，它天气又冷哈，对，所以讲外地来他对水性不了解，对，他也他风险比较大了，风险大。我直接嘛要呼吁吼，这对水性无了解民众啊，千万唔通钓伤深去掠了哈。对，南洋溪是宜兰县最大的河川了，因为上游450条的河流哈，啊，直接要呼吁咱民众吼，大家要有环保的意识。千万唔通把垃圾抌伫路的，抌伫水沟，到尾拢流去南洋溪啦，啊，冲回大海吼。如果受到污染，咱的渔业也好，还是讲麻菜也好，一定相对会减少。对，反正就是你怎么样带出来的垃圾，就麻烦你怎么样的带走，好吗？鳗鱼是著名的洄游性鱼类，它们的生命历程开始于海洋的深处，幼苗则以浮游状态回到陆棚的沿岸地区。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2月底是鳗苗开放捕捞的季节。然而现在还不是捕鳗人活动的时间，先带大家去看看他们在忙什么呢？哎，大哥你好，你好。你现在在算鳗鱼哦？对。哎，鳗鱼好小哦，天哪！它透明的哎，它就2个眼睛哎，超透的。所以你每天就是坐在这边，然后就等着收鳗苗。对。这个好像听起来蛮开心的。照这样来看哈，大哥，问一下哦，就南洋溪出海口这里啊，你每天这样子，这几个月来收掉的鳗苗，最高纪录，你曾经收过多少尾？最高纪录。最高纪录啊，48，等一下哈，48、50、51、52、53、54、52、51、33、62。他会不会打我？95条，95条，就这样算。但是我以前不是看人家鳗鱼会有唱歌的，你不唱歌的哦？我不唱歌的，因为是老一辈的人才唱歌，对不对？老一辈人真的会唱歌嘛？对。那你记得怎么唱吗？随便来一点点。我不记得。真的假的啦？我就这样说的啊。两尾来，两尾，你这两尾双亲尾啦，站亲啦，站亲的热站尾，双闪是闪啊五啦，闪五的闪六。宜兰的话，除了南洋溪出海口可以捕，它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捕？只要它有出海口、淡海交界的地方都有。沿海线都可以。都可以。但是你们这边是最大宗的，对不对？这边南洋溪口是最大的，然后从苏澳到头城都可以。哦，都可以。对。那你最多一天收过几尾？一天？曾经一晚上有到差不多8、9万啊。8、9万尾？对。哇塞，以前这么多！哎，等。那现在要说1万条，现在要说1万条就很困难了。等一下我们算8万就好了。8万乘以今天的价钱27。哦，216万呢，一个晚上。那以前价钱没有那么高，以前差不多4块、5块、6块就是。哦，但因为以前多嘛，对不对？别以为坐着数鳗苗很简单，必须具备快速分辨鳗苗优劣的精准眼力。像身上呈现白色，就表示鳗苗已受伤，必须将它挑出，也不能算钱的哦。6，这里2、4、6加4 10，10加4 14，14加3 17。17哦，太多，真的。加4 21，难怪要不用捞多21、23。哦，这个好难哦。哎呦，哎，这个是鲈鳗吧？不是，这顾尾。老鳗。上岸2个礼拜20天左右，它就会开始变黑。那所以是老鳗的价钱比较好，还是价钱是一样的？价钱是每一天的价钱都有波动。昨天还是30，今天就27，所以说不一样。前几年最大的波动是一天有差不多40块钱的差价。40块钱的差价？对。我们卖过一尾是205，这叫白金。哎，好像一幅画，我的天哪！哇塞，好漂亮哦。哎，哦，没有算呢。
我没有算呢。那这个等一下请老板来自己再重算一次好了。他们在吃饭呢。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过去看一下吃饭好不好？才刚起身，李大哥就穿上围裙，炒起菜来啊，有中破塞的架势。原来他曾经在海边开过快炒店，让捕鳗人就近有东西吃。后来则在自家供应自助餐式的菜色，每天傍晚都会端出6样菜给捕鳗人享用，简直就是一个被数鳗苗耽误的厨师嘛。你是这里的2代了，是不是？算是。还是3代？2代。2代。对。所以是富2代吗？爷爷就单纯是捕鳗的，对，就是生产者。对。但到爸爸这一代之后，爸爸开始就成收购者。哦，成为收购了，他就是会在这里做菜，供吃、供住，还有热水让大家洗澡。对，因为毕竟我们这边都是外来客，对，几乎原住民居多的，对，那就是台东花莲来的。那相对出外的，我们是给大家一个方便。本地人也有，那本地人也是过来这边吃一吃，然后再一起下去。其实就像在交朋友一样，对，基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家了啦。真的？对啊，一个概念。那我今天晚上也要下去捕鳗苗，我可以吃吗？可以啊。我今天你知道捕鳗苗，你知道现在的温度，外面就大概12度，晚上会更低，你一定要补足的热量。然后今天晚上我们下去，试试看能不能有机会，好不好？我也来吃东西。捕鳗人生开始。那卤肉好好吃哦。收购鳗苗虽然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是在这里也算是一种服务性质了。小老板说，提供吃住更是一项售后服务，让这些捕鳗人每年都能回流，双方互利。既然都吃了李大哥家的饭菜了，那我就得要再深入一点，先去和老主顾交流一下。文木，你是哪里啊？台东哦。你每一年都会来吗？对啊，每一年鳗苗期都会来啊，都是11月。不是国历10月底就来盖这个公寮，11月1号就开始抓了啊。哦，这是你自己盖的？对呀，你自己这样搭？对呀，每一年来搭一次。然后搭完再收回去。对呀，又怕说台风来，会把它撒掉，拆一拆都放好，都放在这边了。所以你总共这样来几年？差不多15年了吧。15年，每次都这里哦。对的，都在这边。然后你把你老婆也带来，你就要这样跟着她这样每次捕鳗苗，你是担心她的安全是不是？都有了，都有。岸边捡鳗苗，捡鳗苗。这样看来你很有钱哦。哪里有混饭吃啊？那少来，15年最好200多块的时候你也经过了吧？你的记录里面捕获最多尾是几？在600多尾。哇，600多尾！对呀，一个晚上啊。其实我觉得你们冬季可能从台东然后来，就好像游牧的概念，就换个地方生活。对，因为我们那边冬天的话，我们那边东北季风很强，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那边。人家说在这边比较好，对，就跟他们慢慢来。结果呢，一来就不能收拾的，还是一起住在这边，就一直来，就好像得癌症一样。每一年到的时候，好像来这边要把它医好啊，对，把它医好，但一直医不好，医了15年，每一年还来。对呀，每一年还来啊。对，其实这里我刚刚这样走进来，我觉得蛮舒服的，又有住，然后又可以吃，又可以有热水澡，对呀，对不对？对呀，然后我们老板最好，对，然后捞到的鳗苗还可以跟他换现金，对呀，对不对？他又不欠我们，哦，不欠的，对呀，不拖不欠是好老板。聊完天，补充好体力，我也整装待发，准备执行今晚的超级任务。全副武装了，现在我们要用这个叫村长，这是用船下去拉鳗苗的。对，就捕鳗苗哈。先用船的方式来捕看，我们来比较这中间到底哪一个比较厉害。走。今天特别冷。今天特别冷，小心。我在海边。然后又飘雨，那个雨是这样雨不是这样下，雨是这样下的，雨是这样啪啪，你就觉得雨好像有人在旁边喷水枪一样。然后你还要下海去捕鳗苗，我里面已经穿了5件衣服了，我还是觉得会发抖，所以真的很冷。我形容它是爆炸冷，已经是爆炸冷。这边到哪里啊？前面是渔网潮水进来，让我们在后面这边漂。
在这里挑哦。对对。好啊好啊好啊，走啊走啊。大哥，你现在要放网子哦？哎，对，这个可以吗？哎，当然了，对。2000多尾啦！哇，我的工作怎么这么简单？可以给我困难一点的吗？快点快点，鳗鱼不等人哎，鳗鱼不等人的，快点！来，怎么弄？这边要垮。走，这里，1、2。摘完第1点。大哥，你现在要放网子哦？哎，对，这个可以吗？哎，当然了，对。哦，哎，推不动嘞，还没有打开哦。你叫我过一下。哦，好，开始。哦，对了，它是一个像漏斗型的一个袋子，它是直接这样网子打开来了以后变这样，然后就让所有的潮水。就是涨退潮的关系嘛，现在水流是一直往里冲，所以鳗苗它会这样进来，然后就会进到这个鱼篓里面，然后到时候我们应该是收起来，再去捞看看有没有抓到鳗苗。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搞懂的。他要拉网子。哎，有鱼啊，就大尾嘞。干嘛就是牛港生小只的时候，有看到吗？没有，抽水还没到了，要到8点多。想要满载而归，除了运气之外，更要懂得运用潮汐效应，在最满潮开始退的时候，收获量是最多的。因为退潮后鳗苗全都会现形，这就是最佳的捕捞时机。然而，让我们打退堂鼓的，却是这风大雨大浪也大。那差不多潮水可以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差不多4个小时。哦，所以你要在这南洋溪到出海口这里，要来来回回开4个小时。哎，对，不一定啦，有的话多久一点，阿拉伯了，早就收啊。哦，哎，怎么跟我想的相反呢？没有，我反而会一直抓。没有，就潮水问题，它毛会进来，潮水，它差不多到一半的话哈，它会进来就进来。如果它没有进来，就没有，就是不会进来。对。哦，所以你只要下去这样绕1、2圈，你就知道说今天有没有进来。哎，对。那如果说你用船抓的方式，最多那有几尾？差不多1000多尾啦。1000几尾？最多的记录啊，最小的记录也是共估也有，没有也有。我懂，这种感觉我非常的懂，我知道什么叫共估，我非常知道。第一招渔船三角网的收获量共估，然而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就移防喽。船上没捞到没关系，还有第2种方法，我们直接来出海口放网子，而且我们直接找达人，走。陈大哥，你好，请教一下，咱问一下吼，你即马是网仔即马要放的？哎，对。啊，我嘛是爱看潮汐嘛。看潮汐，看位置了。要看位置，朝那个东北方向嘛。东北风嘛，东北这样弯进来嘛，扫进来。你就要挂它的对象。挂它的对象，你就开到它水会直接灌进来，鱼才会进网。哦，听说你昨天抓几尾？200多。2000多尾啦！哇，你探个变去哎，你这样那也叫霸哈？一个多礼拜，你到等下那也叫霸哈？一个多礼拜都没有收入的。哈，哎，是吗？哎，你的嘴角已经笑到耳朵了呢。笑到耳朵，还不。好了，我帮你把它放下去。你抓那边，抓这个。哎，扣在那个扣子有没有？我扣那个。扣里面的，我扣外边的。好啊，走。好，来，扣给他。下网哦。好啊。跟你扣上去放掉，把那个网那个手，另外那个绳子放掉，过来一点，然后这个放掉，对，放掉它就开了。放，那这个呢？这个不要管它，不用管，它被打断好就好了。哎，我的工作怎么这么简单？可以给我困难一点的吗？没有大风大浪，那这网要怎么摊开？要摊开吗？它等下它动了，潮水来就开了。潮水来它就会开了。哎，对，现在冲过来就开了。哦，把网子放好以后，绑好担架再往过。不用在这边就上岸。上岸等，等多久？10分钟、5分钟就是要捞一次。10分钟、5分钟捞一次，这么密集哦？对呀。
不然的话哈，鳗苗会受伤。哦，懂了。里面哦，那一直打来打去。那等一下怎么捞？等一下在王尾那边捞。在王尾那里捞？在哪里？我在这边捞。它现在就是一个漏斗型的状态，对，就是其实它的网目有没有打开来了以后，它接到了最后面，它就是一个漏斗，漏斗的最后面它是一个结嘛，就是这个结，然后我们到时候把它打开来，再从这个结把它倒到这里面，我们再拿上去算。捞起来，来，从这样子是不是房子就开了？这样呢，房子就开了。哦，小心！快点！鳗鱼不等人哎，鳗鱼不等人的，快点！等潮汐，他说再等一波潮汐，再等一波，我都流鼻涕了，好冷哦！这里啊，你要一直甩哦，甩到后面，对不对？然后这个抓住这边，然后丢到我的网子里，然后拆开，我一打。哦，开了，然后放到水里。哎，我好像有看到哎，有亮亮的，亮亮的，你再把它绑起来是吗？好，然后这个再绑起来，这样就好了。这个一定要绑好呢，对，北京哦。好，再这样放着，然后等一下10分钟后再来。对。那我先上去看这里面有没有，好不好？好，待会见。我觉得任何产业都有危险程度的存在，只是它的危险程度你是发生在什么样的状况。捕鳗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用生命去体验。我了解海水跟了解溪水的程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危险性其实蛮高的。就与生俱来的本能，其实让我在捕鳗苗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蛮得心应手的，因为我还知道说至少潮水怎么看，怎么来，你了解那个浪潮怎么推。来，怎么弄？这边要垮，对，要倒出来啊。阿斗，网底的，网底挖出来，就是网子里面的水倒出来，倒下去，然后倒下去。好，来。走这里，1、2。银行口啊。哦，银行口哈。对。直接去柜台领钱，然后鳗鱼受伤就不值钱了。770，大哥，770块。来一件。待完得1点。走这里，1、2。有1、2、3。等一下，我手僵硬到不会动了啦。对。哇。这里有2条，这条不行，这条坏掉了。这里。后面是你。好了，可以。有1条，我放进去。还有吗？够不？没。来，你刚刚赚了多少？这样赚多少？这样几尾？1、2、3、4、5、6 38，10分钟赚180，哎，时薪180，哎，赚高的哦。10分钟不是时薪。哎，10分钟180哦。如果等比例来算的话，180乘以6，108，哎，1080呢？这是什么鱼啊？这种小鱼是什么？这乌鱼苗。乌鱼苗哦，那怎么办？那你们要把它放回去？不是，我这个那个海洋学院要研究。哦，你们有跟他们一起配合哦？叫我剪。我有听到大家在讲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原来是你耶。他需要什么？乌鱼苗还有什么？乌鱼苗啦，还有浮游物也有。那个韩教授他是专门那个供那个鳗苗，供鳗苗。哦，泥鳗呐，还有白鳗。拥有数十年捕鳗苗资历的陈大哥是个中好手，3种捞捕方式都在行，甚至与台大渔科所教授合作，常年研究鳗苗的生态，因此1年4季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穿梭在南洋溪出海口。来，这边结网哦，这边结哈，解开，丢下去，弄开，丢下去，弄水里。都点了，这什么？银行口啊！哦，银行口哈。对。直接去柜台领钱。哦耶！然后鳗
鳗鱼呢，我们也不能让它在外面这个风大的时候漂太久，因为它会受伤。你也知道，受伤就不值钱了，所以他们一定要都要挑到健康、没有受伤的鳗鱼。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保护它的，往上走。来了，哇！来，大哥，给你自己照啊！来，我会。不会照？当然会，我刚看过你做一次了。哇！哦，有。有无？我真结尾1条，哦2条，3条，4条。哦，这蓝多呢。5条。6。这7、8。还有没有？这里。9。这。10、11，捞开来。12、13，哦，这尾。13，越来越多了，你看。对啊。刚才是1条而已。对啊，我们前面一次9尾的嘛，第二次几尾？10尾，有无？高尾，那能9、2、18，这次几尾？15啊。是18加15等于多少？33，再乘以我打折算你了，25就好了。33乘以25。哇，770，大哥，770块，770，来一件。咱们也可以玩来中午的呢。从银行口领钱，领完上来就拿现金，所以它根本就是真的是一个白金。但是呢，这个白金得靠命去换，所以呢，每个人对水性要非常了解，对生态要非常了解，对，保育很重要。但接下来我们真的要来去找第3种方法。它就像是一个细细的冬粉，那你想你要在水里捞冬粉，你怎么捞？而且那冬粉还不是一坨冬粉，它就一小条的冬粉，所以那个有点像大海捞针，但是有一种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捞上来了以后，你还不知道你今天捞了多少尾，所以一旦开奖开出来。哇，有10尾有20尾，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捞鳗第3宝，这叫什么？手拉网。手拉网，对。最早一开始是用哪一种？原先最早是这种，以前呢是用竹子的。那这个要怎么拉？你教我一下，这个怎么拉？最简单的，这样一直拉。对，不遵循方向的，随便拉都可以。对。这要下去拖多久？随你便。捕捞鳗苗的3招里面，人力拖网虽然最简单，但因为是逆浪而行，所以也最费力又最危险。我奋力而为，可惜啊，天不从人愿，我还是共捕了。为了要感谢各位师傅，只好端出压箱宝。好，3种方法我们都用完了，现在我来做一件我会做的事，好不好？我们就在这种暖暖的冬夜里面，对不对？冷冷的冬夜里面，煮一碗暖暖的汤 ，OK？而且这个汤呢，还是宜兰人教我的，你平常是要花大钱才喝得到的。今天我教你怎么做，但我做的是简易版。我们先用宜兰的现酒，就是它，我用它来煮烧酒鸡。摘完第1点，我们先用宜兰的现酒，就是它，我用它来煮烧酒鸡，厉害吧？我要挖麻油，麻油多一点没关系，这样才会香。姜下去炒一炒，先把姜炒热，可以给我鸡肉，炒半熟，炒半熟。好，来点这个不藏私的告诉会员，然后黑枣，哦香，红枣来一点，先给冰糖，来喽，重头戏来喽，酒，哦，我跟你讲全酒啊，我告诉你，今天这一锅就是要开心的。在这种冬夜里面呢，你看他们现在冒着这种风雨，然后再跟大海搏斗。他在跟大海搏斗的情况下，如果等一下有一碗热汤送到他的手上，那绝对是满满的感动。一日体验后，深刻体会到这些渔民的辛劳，所以啊，在这寒冬冷夜里，献上2道我的拿手料理：热乎乎的红露烧酒鸡和香煎牛小排。希望这股暖力啊，能蔓延在他们的心田。还可以吧？这
这个可是用你们宜兰的现酒下去弄的。红露酒嘛，对不对？哎，红露酒，对，内行的，只有我们宜兰才有红露酒。喝点热汤。啊，那个谁，那个陈大哥他们呢？陈大哥现在因为多挂一个网下去了，他多挂一个网下去。对，而且现在那个鳗米量比较多。哦，现在对，所以他们现在正忙的时候。好，那等一下请他们来吃。对，不然一定要请他们来吃。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们。谢。对啊，我只能就是做点料理，然后回报你们。谢谢你们带我认识鳗苗，捕鳗苗原来是一个这样的状态。这是我第一次捕鳗苗。第一次是啊，我第一次这样下来，然后到海边去捞鳗苗、捕鳗苗，然后我也尝试了这3种方法，真的好吃。我用3种方法下去捕鳗苗，觉得蛮好玩的，好喝吧？好喝。第一次算好玩，久我会觉得很累。不会，好不好？等你在那价钱200多的时候，一个晚上1、2千尾，那一点也不累了。那可能没有这个机会，真的吗？不会要超过200，我但是。不会的，还是有机会，我们也有信心。我们觉得平均70、80、60就很开心，了。不是，真的，那就是表示渔获量多。哦，你200多的是没有。像像那一年180的时候，一个晚上你只50条。对啊，那相对的。哦，那所以当然还是希望它多一点。对，那当然说当取得一个平均值的价钱，这一定也会比较好，对不对？哎，这个汤是真的，我很喜欢。你真的不做吃，我们煮的都是用米酒，很少在用。来到宜兰就要用宜兰的当地的料理。对，红露酒。这什么生意？小蜜蜂来了。你们这里有小蜜蜂？有。保利达、槟榔、空肉饭、卤肉饭、小汤。哎，我跟你讲，你这个拌饭超好吃的。我来个创一碗饭，你等我来个一碗，我开一碗汤加一碗，我看能够跟他换到什么，好不好？好的，来去跟他换，就这样，我来去换，你们慢慢吃。好，我来去加一碗。哎，年轻人 ，Hello， 这是你们小蜜蜂哦？对啊。哎，我们来商量一件事情好不好？来，你好，你好，我是小豆。你好，你这里你卖空肉饭、卤肉饭、小汤、保利达都有，对不对？但有一个你没有，我跟你换，我用这个汤跟你换一碗空肉饭，你喝喝看，你喝一口看看，赞嘛，是不是？我跟你换好不好？老板家好啊。哎，哦，你是老板哦？我们都是老板。到了，来，你喝一口，你喝一口。这个确定等一下不会酒驾？不会啦，你就请旁边的，请你女朋友帮你开。红露酒，不错，好喝吗？其实在海边喝真的不错。对啊，在海边烧冷的，然后热的这样。你要换一碗空肉饭吗？我跟你换一碗空肉饭。你吃不吃辣？我们辣很好吃。真的吗？好，那来一点辣。嘿嘿，哎，用我的汤换一碗空肉饭，划算。哇，这有一点送暖的感觉，对，有一点。好棒啊！你怎么会想你做多久？我们去年是来这边抓啦，然后我们想说都没有小蜜蜂，就想说来做一下。哦，哎，有生意头脑。当大家都在抓的时候，没关系，我不跟你抢，我就做一个你需要的，对不对？哇，来，我先吃一口。哇塞！哇，我今天吃点辣椒，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辣椒了。辣椒吗？真的，我很久没吃辣椒了。但是为了你，吃一口。香，主要就是香热。香。哇，你是不是很冷？很冷。那你为什么不穿多一点？其实已经算多了，要行动，所以不能穿太厚。哦，真的？对啊，是因为你都在车上，感觉不到外面的冷，然后被我们叫下来，这样很冷，对不对？主要就是我们就是不要开啊，有时候有一些沙子啊、风，主要就是窗户这样子。对啊，他们会帮我们闪灯，好棒哦！就开到那。小蜜蜂总是温暖。深夜限定的小蜜蜂餐车，来回穿梭在南洋溪出海口的沙滩上，为这些辛苦的渔民们带来阵阵的暖意。虽然说捕捞鳗苗是小本生意，却也必须承担高风险的代价。这一条条白金，个个拥有不凡身价，是暗夜淘金者永远的追寻。
10分钟，我10分钟赚1000多。对，那如果以时薪来算的话，我1个小时有6000多，7000块。对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在这里就好了。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台湾第一的，开启小铃铛哦。